欢迎大家收看三人学，我们是三人日常。今天第3部分呢，我们来回答我们针对很多我们的粉丝啊，或者是在我们的评论区 Instagram 上或者是 YouTube 上面留言的人，他们对我们的感情有非常多问题。然后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解释太多，因为第一部影片就是这样出来，然后就3个人说啊，我们3个人恋爱啊，然后就说啊什么东西，然后他们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发生。所以有些问题我们来通证给大家，在这边给大家回复。然后大家留言其实我们都有看，大部分都会看到。可是我们没有讲那个爱情的故事，我觉得爱情的故事可以留到之后慢慢讲。我们主要回答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吧，然后可以呼应到我们上一段讲的一些问题。好。未来有很多人问，超多人这个超多的，然后他们就会说啊，我要加入。先不要。没有，还有一个是，他是说还是你们要组一支足球队，对，就类似这种，我看是有点啼笑皆非，我觉得很荒谬。我觉得他们可能，我不确定他们有恶意啦，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底下，大家知道2个人交往多难吗？很难吧？3个人交往就是那个难再乘以可能几百倍，我觉得不止平方3、4方，有那么难吗？我觉得有，因为他沟通不只是双向的，要多向的沟通。2个人平衡都那么难，那3个人平衡一定更难，4个人更难，而且4个人，讲实话，谁会就是4个人刚好每个都喜欢彼此？我觉得这个几率很低耶。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所以如果大家问说有可能吗？我必须说不太可能，但不是不可能。对，搞不好有几率真的太小。因为其实我觉得3个人可以彼此互相喜欢，就已经算一种奇迹了。而且喜欢是爱情的那种喜欢，而不是友情，只是一点喜欢一点喜欢那种而已。所以4个人要一次同时喜欢3个人，然后另外那个人还是同时喜欢3个人，这太难了。所以针对这一题的回答就是应该是不太可能。近期我们也没有这个想法，谢谢。先搞好自己就好，先够了，已经够了，谢谢。我觉得不会，那不是可以预想的啊。就像我遇到，那不是预想。好，那不是预想，是不太。可是几率应该极低。对，但是这样可以回答说不无可能，但是极低，极低到不行，对。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这个东西，为什么会这样讲？是因为它是在一个合法状态。那其实很多地方当然不合法，可是美国或者是有些地方还是有合法的，所以不一定。对于我们3个，应该都只是觉得它只是一个形式上的。我觉得自己的彼此交往状态还是比较重要嘛。跟有没有合法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。对啊，而且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对啊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我觉得台湾这么开放进步的社会，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。虽然一定近期发生的话，会有很多反对的声浪。我觉得他其实他就是寻求一个保障吧，那种都是一个保障，就是一个保障。所以其实对我们而言，好像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，也对这件事情也没有太大想法。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说。正面跟负面的留言，我就看而已。我很喜欢看大家留言，因为我觉得都很有趣，不管是正面或负面，我就看到说，就大家在讨论什么东西，我都会仔细的去看，但是我都没有回过任何一则留言。这个 Adam 从来都不回答留言的，因为回复留言都是我跟吴俊，气死，大部分都是我。我觉得我们有些留言其实还蛮好笑的，就是他如果要呛我们或什么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，大家互相幽默嘛，对吧？但是我有回复一些私讯的讯息，所以如果想找我们聊天，或是想要给我们一些心得或是鼓励的话，也都可以私讯给我们，也都会看。对，但不一定会回复，真的太多了。讯息太多，不是聊天的话可能比较困难，可是我觉得比较多是可以，比如说你们要什么心得分享或干嘛的话，我们其实蛮愿意接受的。可是我们不一定会真的去每一则做回复，可是我们尽量能看就看，这样。对。所以对你来说，负面就是看看而已。其实我觉得最多负面的应该就是被 Facebook 那个新闻云分享的那一次，然后那一次我就知道台湾社会到底有多么封闭，然后无法接受这件事情。但其实看人是觉得蛮可惜的，当然也是会看到一些祝福说3个人在一起很勇敢那些的话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那负面的留言我们当然就只是看看而已。我觉得大家必须养成一个习惯是，对你没有意义的人，你就不需要在乎他对你讲什么样的话，因为那些对你来说本来就不该伤害到你，因为他们是完全没有重量的人。那你该珍惜的是彼此，你身边的朋友对你的喜欢，然后对你的支持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我们想要做这个频道，也是想要散播我们自己的这种多元的恋爱。
或者是我们的想法那些等等的，包含记录我们的生活。那我看到很多人留言，尤其是外国的粉丝都会说，看到我们的影片觉得很疗愈啊，然后觉得看到我们的爱情之后，他就会相信爱情。那我觉得这其实很可爱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创立频道的初衷真的吗？我觉得我们3个都是很善良，而且很喜欢给别人正能量的人，所以我们都要照顾好自己，才有办法传播这个爱给你们。而且我觉得看到我们相处啊，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追寻自己的爱情，而且要相信爱情，这真的是会发生。可是针对那个，我比如说，我们不是要说大家都要3个人恋爱，对，你说要接受各种不同的多元的形式，然后坦然面对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想法。像是他当初就很勇敢的跟周雪说：“哎，我好像有点喜欢雨辰，这样对吧？”好像没有很勇敢，很懦弱的说嘛。但至少他讲了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要坦然的面对自己的心情，然后把很多问题都开放的讲出来，才会遇到更多的可能性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崇尚的是自由恋爱这件事情，然后还有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大的重点在于爱情。感情这件事情不应该被法律什么这些东西去约束，因为只要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之下，我觉得其实都你要怎么样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？对，我们做了什么滔天大罪会让你受伤吗？而且我们3个人交往完全没有伤害到任何人。我觉得做很多事情的前提下都是做什么事情不要影响到别人就好。就他们不想看的话，他们不要看。我们没有做任何会伤害到他们的事情，那就没有错。对啊，大家都得勇敢吧。然后大家在网络上做的发言也要学着尊重人。哎呦，你要先尊重别人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讲白了就这样，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。亲友的观点是什么？有些人常问候我们的父母，对不对？说啊，生你们这样的小孩真可怜，你才可怜。没有，我必须讲说，我们3个人的父母都知道我们是同志，应该说还没有完全都知道我们是3个人交往。吴军的父母都知道，然后我妈知道，爸应该也知道。那你爸妈也知道了？我爸妈知道。对啊，其实我们父母都知道了，所以不用问候我们的爸妈，觉得他们很可怜，因为我们过得很好。然后我觉得，其实最幸福的事就是家人支持这件事情。对，就是在同志这个问题上，我觉得很多时候很难取得平衡，就是家庭状况的部分，它其实影响到你很多。可是当你突破这个界限之后，你会发觉你的人生过得会更加圆满。一定是家庭的认同是你人生最基础的那一道防线。对，当这个基础已经建盖起来之后，你就一切都不怕了，外面的给你什么眼光都不怕。所以我们陪伴周雪出柜的这个阶段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。虽然现在目前还在过程中，我觉得也算是过程中，但是我觉得我是告诉我自己说，我对我的家人，我觉得我已经尽到最努力的孝顺了，跟照顾他们了。而且爱情才是可以陪伴你走到最后的人，因为像爸妈有可能都会年老去当小天使了，但是只有爱情，我们可能才可以陪伴彼此到最后。不然其实根本不用讲承诺啊，不用讲婚姻那都打破就好了。最终要陪到你最后的人是谁啦？就是讲白就是这样，你必须要去理解。可是我们是尊重父母。对，因为当然有重要的人支持你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。对，但有些事情不能强求。我觉得有时候爸妈接受，他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维度，去让他慢慢去消化，才有办法跟你做出一些回应。因为我们也不能逼着他接受。对，没有要逼着大家接受。可是我是觉得说，大家抱持比较开放的心态。而且每个人人生都是为自己而活，你不要为了别人活，那会活得很有压力。没有错。对，其实大家早点认清这个事实，会让自己人生过得比较开心一点。心路历程，其实我们很惊讶，我们才经营这个频道短短3个月，从第一部影片到现在2个多月，对，还不到3个月，然后现在就已经有5.5万的粉丝了，对我们来说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就发现我们的爱，我们的关系有被这个世界注意到。我觉得尊重啊，对，都是尊重，代表我们自己，不代表所有的3个人都是一样这样的关系。对啊，但我们是分享我们自己的经验。然后我觉得我们 YouTube 还蛮认真在剪辑的吧，或者是认真在拍影片。好，然后大家很常问到说，我们的 YouTube 是怎么运行的？所以主要的拍摄都是吴军拍摄，所以我比较少出现在镜头前。对，然后我现在也会多拍摄一点，让他可以多出现在镜头里面，因为大家也想看到你。然后其实很多人都会猜说啊，是不是2个人的关系谁跟谁比较好？我觉得这种比较型真的不用有没关系，因为大家怎么猜都猜不到最真实的想法。然后3个人最重要的关系一定是不要去猜测，不要去比较，因为只要知道另外2个人都是很爱你的，
那就够，嗯不用理那么多。然后所以吴俊负责的是拍摄，然后骤雪这边做的是短影片，那种 YouTube 的 Shorts， 然后 Instagram Reels， 还有 TikTok 的短影片，然后我负责的话是声音的部分以及翻译，所以我们3个都有不同的负责的地方，对，然后主要业配的接洽会是我这边，所以我们3个人都有各出一份力去经营这样的频道。那我觉得经营 YouTube 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它真的很不简单，因为光是我们一部片从拍摄，然后到剪辑，然后调声音、画面以及翻译，这个整整的过程就需要好几个小时，所以大家都希望我们可以再拍更长的影片，我们也知道，可是我们的时间很累，对，那真的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我头很痛。对，然后其实 YouTube 我很惊讶的是，我们可以在3个月内就可以让 YouTube 可以营收，虽然这个营收的收入真的很少，真不够养活我们2个主要负责的东西就不够，一个人薪水都还不到，所以也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对，或是就是欢迎，但看到大家给我们的回馈，或是有些人会按那个什么贴图是超级赞助，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我们经营 YouTube 是可以养活我们自己的，那我们就可以拍出更多元的影片给大家看。对，这是一个我们努力的方向。因为当初我们在做这个频道的时候，其实没有想，就只是想说发一些有趣的影片啊等等的，然后就发现好像真的慢慢有做起来。可是如果我们要全职投入的话，它又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因为那个收入需要达到可以养活我们3个人的程度。很难耶。我们其实有收到很多的 YouTuber 或是 Podcaster 有找了我们去上他们的节目，但是我们目前都先婉拒了，因为我们觉得在感情基础上还没有很稳固的状态下，我们还没有资格可以分享说到底什么是3个人在一起。但是慢慢现在已经越来越稳固之后，我觉得我们开始有资格说我们觉得是什么样。所以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也不排斥未来可能跟其他 YouTuber 或者是其他聊聊感情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对感情还蛮有想法。我们觉得我们3个人应该，我觉得我自己能称上感情博士了吧？又来，把经历打出来，经历打出来，来交往时间都不要一一给我列出来。很久，那最久几年？9年，对啊。可是还是分了，那算博士吗？然后现在应该说未来的话，我们也想说，如果有什么商业合作计划，其实我们也不排斥，只是我们3个各自有各自的想法，因为毕竟3个脑袋，所以可能还是会挑一下。然后如果有适合的东西的话，也可以找我们哦。不管是跟其他 YouTuber 合作，或者是品牌的合作，都是有机会的。对然后我们只想要加入或者是合作，我们真的喜欢然后认同的任何的产品啊，或者是一个品牌，或者是其他的理念传达者。对，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大家其实都会留言说你们被我们温暖了，但我们看到你们给我们的回馈，我们也是那个被温暖的人。那我们很谢谢那些温暖的人，因为有你们支持，也一部分是让我们更有动力。然后你们的留言啊，或是种种的回应，都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支持。那最后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的生产更多你们想看的影片。然后如果你有想要我们做什么主题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们说。可是很多人想要看我们恶作剧，所以我觉得这边最开不起玩笑，真的。对，这我同意。因为吓你一下，或是比如说他就会臭脸这样喷你一下，你说哎，你这样很没礼貌。为什么大家一定要看恶作剧？我觉得我们可以拍一部，我们来看谁脾气最差。想看我们拍什么影片，可以跟我们说。可是除了恶作剧以外，恶作剧不行。然后，如果你们觉得我们今天的谈话节目很有趣的话，其实我们未来也会分享很多跟爱情啊、感情有关的东西。在这个系列里面，3人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拜拜，拜拜。结束。